近來雙向鏈接與反向鏈接之類的筆記功能喊得震天價響，仿佛這些功能變成了制作完美筆記的 silver bullet 了。然而，萬丈高樓平地起，先前由別的筆記系統遷移到 Obsidian 的成千上百筆記裡，通通都沒有雙向鏈接。因此，我們如果想要形成互有關聯的筆記系統，還是需要時間來慢慢的修改與組織。因此，在這一個編輯的過渡期裡，搜尋功能就更形重要了。我們這支影片匯總了常用的搜尋的功能，希望能夠提升大家在搜尋方面的準確度，以減少搜尋查找的時間。Obsidian 的搜尋有2個輸入的方法，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在搜尋的面板上面直接輸入要搜尋的關鍵字。第二種方法就是在筆記裡面輸入3個倒引號 query 形成的程式碼的區塊。那這一個 query 的條件呢，也可以直接在預覽的狀態下呢，會形成的搜尋的結果也會呈現在筆記裡面。那首先來介紹一下搜尋的一些基本的語法。熟悉了這些語法以後呢，我們才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組合，做一些複合式的查詢。我們首先在搜尋面板裡面呢，輸入我們要查詢的條件，下方就會出現查詢的說明的文字，還有呢符合的結果。然後在這個結果裡面呢，這邊會有一個查到的個數，總共呢，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有3個筆記呢，有搜尋到了我們要搜尋的這2個搜尋的關鍵字。如果沒有特別去指定的話，我們 Obsidian 裡面這個搜尋呢，都是使用 and 來做查詢的哈，也就是它這個空白其實就是 and 的條件。假設說你希望它出現或 or 這樣的條件的話，你就必須再加上 or 這一個特別的符號。那這樣子呢，才會形成是或的這樣子的搜尋。那要請注意，這個 or 不能用小寫哦，它必須要用大寫。那形成了這個或的條件，那這一種情況哦，它就是所謂的不精準的匹配啊。它的意思是說，我們的這個測試 test 哦，這個裡面呢，我們所有這個字串的哦，不必是完整的一個文字，都會被搜尋出來。因此，我這邊只要有符合。不管我左邊是不是有文字，它都會符合我們搜尋的這一個條件。那如果我們想要形成精準的匹配哦，也就是說，我只要找，比如說以我們這個為例，我只要找有測試 test 這樣字的哦，那這一個測試 test 1或者是測試 test 2呢，都不要出現。那這一種情況，我們就必須在你要搜尋的關鍵字的前後加上了雙引號。好，我們讓它用 and 條件哈 ，and 條件意思就是說，我的檔名或者是我的檔案內容，我輸入的這2個關鍵字哦，都必須同時存在，它才會符合條件顯示出來啊。那因此，我們這3個檔案裡面呢，它都有這2組的關鍵字。然後這邊我們剛剛沒有加上雙引號的時候，它其實是出現的數字是比較多的哦。那目前數字已經變少了哈，我們可以把它展開看一下。它只有測試 test 這樣子的關鍵字才會符合條件。那剛剛的測試 test 1、測試 test 2就都不在這一個精準匹配的內容裡面了哈。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很精準的這一個關鍵字的話，那要記得要加上雙引號。如果我們有多組的條件的時候，我們最好不產生語義錯誤的方法呢，就是加上了括號。這個括號呢，能夠形成所謂的子查詢哦。那這樣子會讓我們的搜尋呢更精準哦。比如說我在這邊，我希望要找到有 test 1這個字串的，然後或者是裡面有這樣子的內容的哦，所以我這裡面後面這個條件呢，我改成用 or。那後面這個哦，記得最好就是把它給括起來哦，要不然因為我們這個 test 1跟後面這個的空白，它會是一個 and 的一個條件，那它這樣子會造成 and 先結合哈，它就會變成這2個條件先做 and 之後呢，再跟後面做 or， 那這樣子其實經常會找出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最保險的方法哈，我們就是使用這個括號把它變成是子查詢，或者是說我們在這邊呢有另外一個條件。我希望找到有 test 1跟 test 2這樣子的內容的，就要把它給找出來。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沒有這樣子的條件哈。那我們如果假設把它變成 or 呢，它就有符合
這兩個條件的 OR 的組合，這樣子的條件出來了哈。那這個括號呢，就是形成所謂的子查詢。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用一些它的限制條件哦，來更精準的找到我們要的內容哦。那這一個條件哦，我們其實是可以點擊它這一個問號哦來做搜尋哦。比如說我們點擊在這個搜尋框裡面的這一個驚嘆號哈，這個 RA 這一個符號。它會有更多的說明，我們可以到它的網頁裡面這邊有一個很完整的說明。假如說你在搜尋的時候不曉得要怎麼來操作的話可以到它的這個 help 裡面來做查看。再來做一個測試比如說我現在要找這兩個條件我的內容裡面跟檔名呢要有符合這兩個條件的，那它列出了我的 test 1、test 2跟 test 3都有顯示出來。那這個 test 3其實它裡面它是一個空檔它檔案是空的，但是因為它是檔名符合了我們的這兩個條件，因此它就顯示出來了。那下面這個就是所有符合的這個是不精準的匹配全部都有列出來了那這個呢，就是這個9就是所有任何一個條件組合出來，它乘以的，它就會算成是1因此我們這個第一個這個檔案呢，它就有這9個1、2、3、4、5、6、7、8、9，有這9個符合條件的就會顯示出來。那假設說我們有一種情況是我希望假設我要找 IDEA DB 這個文字，那它裡面就會有非常多符合這個條件的，那而且目錄資料夾呢也是散在所有我的文件的這個資料夾各個資料夾可能都有。那我們事實上可以加上像這個 path 冒號呢，我就可以指定我特定的資料夾比如說我是在這個資料夾裡面，那因此這樣子條件有加了 path 冒號，它就會把我們的搜尋條件呢限制在我指定的這一個路徑裡面。那只有這個路徑的呢才是我要找的對象。那如果我們沒有加這個呢，就等於是所有你的儲存庫裡面的所有目錄、所有檔案都會被它來做搜尋。那這個限制的條件除了這個 path 以外呢，當然還有 file， 就是你有特定的檔案、特定的這個檔名需要找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file 冒號。比如說我要找我檔名裡面有帶 Android 的這個呢，就可以再做進一步的過濾，我的檔名有 Android 的，它才會顯示出來。那這個就是限制它的這個條件。然後還有一些限制的條件是我們可以做標籤的限制比如說我現在要找我的標籤，我就可以用 tag 比如說我要 Obsidian 的標籤，它就會全部列出來我文件裡面有帶有 Obsidian 這個標籤的。然後同時呢，我也希望我這個標籤呢，我有比如說 blog 這個就是寫在我的 blog 裡面的，那這樣就是同時兩個條件都成立的那另外我們也可以使用所謂的 block section 跟 line 來限制我們的條件比如說我一行裡面那因為我們要輸入兩個字串所以要用括號把它括起來。我要輸入呢，我的文件裡面要同一行有這兩個關鍵字的才要顯示出來那我們可以看到我這邊出現了6個你可以看到我這邊這一行呢2個都有，2個都有，2個都有，但是這個測試2只有4個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測試2看到這兩個因為它不是在同一行出現，因此這一個條件就沒有成立。那所以我們的測試2呢就少掉了這一個我們加上這個 line 的意思是它一定要在一行裡面的然後呢，相同的就是這邊除了 line 呢，我們再擴大一點呢，就會變成是一個區塊，所以我可以用一個 block。那 block 這邊呢，這個出現的是有6個，這邊出現的一樣是4個。那它所謂的區塊就是一個段落了那這個結果其實跟我們剛剛的 line 是類似的好，那另外它除了這個區塊的以外它還有所謂的段落 section。那這個 section 的意思呢？我們這邊就 test 2就變多了它變成有8個。所謂的 section 它指的就是標題跟標題中間的所有的文字的這些內容呢，就是一個段落。所以我這邊一整個是一個段落，那後面這個呢一整個又是一個段落，然後我的標題也是自己一個段落，所以我這邊搜尋出來就會有，像這邊呢我們就會有8個符合的條件我們的標題2這邊有2個嘛這邊1、2、3、4、5、6、7、
8，總共就有這8個符合條件的地方。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使用這個 section。因此，我們有特別要找的文字哦，那是兩組以上的，希望在某一個範圍之內出現的話，那就可以使用這個 line、block 跟 section 來限制它呈現的這個位置。好，那最後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事實上 Obsidian 的搜尋呢是可以使用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正則運算式。比如說我想要找出正則運算式，要用斜線，2個斜線把我們要搜尋的內容給括起來。比如說我要找有test 這個關鍵字的所有的檔案那它就全部列出來了。那我希望再做一個進一步的過濾我加上一個-v 符號。那這個-v 符號呢，表示的是我的每一行的開頭。那我們把它改一下加上我們要使用的這個測試這個。我每一行的開頭，我的是測試的才会被列出來。那因此我們這一個條件呢，這個是測試開頭。那這一個呢也是測試開頭。那如果測試是在結尾的地方的呢，就不會出現。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用正則運算式來做搜尋。那我們如果在這個關鍵字後面加上$sign，它這個就是結尾。我的結尾呢必須是測試的就會符合條件。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測試是在結尾的部分，那這個呢也是在結尾的部分。那因此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正則運算式的方法來做更準確的一個搜尋。那今天基本上就是匯總了我們在使用這個搜尋功能上面的一些常用的一些查詢的方法。那希望对大家在 Obsidian 裡面做搜尋呢，能夠很有效的提升搜尋的一個準確度跟正確性，同時也可以減少你要找想要處理的筆記的一個時間。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